好，这一期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中国这最新一代的舰载战机歼35的最新动态了。因为从画面上你也看到，这架战机呢刚在福建舰完成了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，而且在隐身的性能上，这一回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。因为呢说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据传只有成人手掌大小。还搭配了中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，所以在雷达上几乎是无影的。厉将军，因为过去大家都说这个 F-35是老鹰嘛，那现在歼35是不是麻雀呢？那这个是立刻就高下立判了吗？我先说明一下哈，这个战机它的隐身性在空战的时候有多重要哈。我们以这个歼35这个 PD-15导弹来看的话。PD-15导弹它的有效射程是200公里哈，这是在印巴武器空战的时候已经证实了，它确实可以在200公里击落敌机。那试问一下，如果说歼35在遭遇敌机的距离是超过200公里以外来讲的话，它已经发射完导弹，那对方的敌机这时候因为它具备隐身性，它现在大小在这个如果说200公里之外的话。它可能这个你看到它是根本就看不到的，它如手掌大小，大概要到60公里哈，这种距离才在雷达显示幕上面才看得到，它像是一只鸽子大小。啊，问题是说它不会跟你飞到这么近啊，它在200公里之外，它已经发射完导弹，已经射后以后不理就回头掉头走了。所以说这隐身性对未来的空战啊，确实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里面。是，那想请教杨老师，因为中国航母电磁弹射测试成功的话，将来可以搭载更多的歼35嘛，还有无人机。那对于区域战略还有国际间的军事平衡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现在它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，我们预计大概在10月，至少今年年底以前，福建舰会成军。那应该也会同时的宣布004甚至005的计划。那如果走向就是核子动力，那我觉得004、005将来的进一步的推展，使得整个西太平洋其实在航空母舰的数量上哈，就会跟美国批对，因为美国不太可能把它的航空母舰都开到这个区域来，通常它会有一半要去维修，另外一半要全球的部署。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最多也就是2艘航空母舰，而且中间可能都是另外一艘前往另外一个区域。这个时候你在这边你加上这些弹射的能力以及 F-35，还有就是特别有一个就是雷达的问题哈。解放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其实都已经用到在材料上面了，它用到了就是叫做碳化镓的这个雷达，它的功率也就做的那个芯片，它的功率其实放大功率是比较大的。然后呢，侦测的范围准度都比较准。美国到现在还是用砷化镓的这样一个雷达。因此，它需要3到5年才能够去替换这些东西。因此，我们就看到在对战期间呢，其实美国不管是在雷达，在整个区域的军事平衡上，我讲的区域是西太平洋，其实可能都会落后中国大陆的。是，谢谢杨老师。好，那说回来，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比手掌还小。将军，您的专业来帮我们分析一下，那它在实战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认为实战优势，它被人家发现的时间就晚了。那别人的应变就慢了，那变成他发现别人的快，别人发现他慢，那原则上目标获得的快为胜优势，因为别人还没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先看到他了，我先看到他，我先展开我们讲的发射飞弹或者其他的这个战术动作之前，我先做，就是所讲到的先下手为强，是这个样子。那现在另外一个就是应变时间，因为空战呢来得非常快，它是以秒以分来看。那以秒以分来看的话，因为我逆中效果好，那我逆中效果好的话，我到最后面已经到逼近你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到我，这个时候我已经做完我的这些攻击上的动作，那这样的话我占优势，而且这个还强调这是单打独斗的形态哦。那现在作战是采取是系统化作战、网状化作战的形态，大家是一个组合的训练，由空中预警机在做空中管制，然后经过链路，那个飞机到最后变成只是一个载台。它这个载台发射飞弹之后呢，接受这个空中预警机的这个指挥，去打那一架飞机，它就锁定，你就只打这一架，这另外一个发射个飞弹，你打另外一架，这变成一个，它这个是载台，空中预警机是空中指挥机，那飞弹是攻击的这些武器都不一样，所以现在跟以前那种单打独斗，大家在那边做空战的狗咬狗的模式，这个已经不符合现在这个空战的一种场景了，而且何况还有空对海的打击，空对地的打击。那逆中战机的话，在这方面渗透攻击，
因为什么？它逆中啊，渗透攻击能够达到效果。它这个双面提花啊，它这个产生的这些雷达的反射，把它反射掉，把它吸收掉，并且吸收掉的它的这个涂层呢，而且用的久。你原来的原始的那种涂层的逆中涂层呢，用的我们知道用的一下，你要知道进入云里面就把你吸收掉，因为速度很快，经过空气的摩擦消失了。但是这个双面提花，它这一方面就跟好像类似进入我们的隔音间。我们隔音间之后，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录影棚没有回音呢？因为声音把你吸收掉了，那就是这个效果。那为什么这个逆中战机它除了角度之外，双面提花为什么没有雷达反射了？它把雷达波给消失掉了，吃掉了，根本没办法反射，所以它的效果有时候到达80%到90%的逆中效果，让你根本没办法发现，而且用的又久。不会受那个云层还有雨啊那个水啊把你洗掉，因为速度很快啊。你看啊，速度很快，经过云跟雨啊一洗掉，你又有了。但双面提花它不会，它的涂层会用的比较久，所以在作战效益上，在成本上面来看，它是占了一些便宜。是好，刚刚将军提到这个双面提花结构，它是科学家从3000年前的这个丝绸之法当中的灵感。然后大家都说它的涂层真的很耐操，那真的这么神吗？因为有人形容说它隐身效果可以碾压这个 F-22。那这个 F-22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。那现在经过双面提花，最重要的这个角度 ，F-22也是角度，再加上涂层，所以你注意看呢，它那个角度都是怪形怪状，没有很流体力学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为了逆中，加上涂层，但是经过双面提花，你要注意到它的表面你这样看不出来，你静静的看，因为雷达波它那个我们知道这个都普勒雷达的波，那个不是那个我们知道都是拿毫米微米在那边看的那种，几兆微米这么看的，所以它上面表面啊粗糙你还看不出来，你以为它飞机的表面是一体成型，其实双面提花你要拿着放大镜去看，里面原来上有些粗糙的东西的，那这粗糙的东西就是把这个雷达的反射波给散射掉跟吸收掉，是这个样子。那将来的话，这种打仗啊，这种尤其在空战啊，那就是让雷达看不到，因为雷达就是眼睛，让眼睛看不到，那对方就发现不了目标，就没有办法产生攻击。所以要知道这个逆中的战机以后，为什么讲第5代一定要逆中？如果你没有逆中，那就是第4代了嘛。第5代以上一定要逆中啊。所以看现在的这些飞机的设计，跟以前的那种传统的流线型截然不同。是，最后要来看到这个军事焦点是包括呢，福建舰已经试射了这个歼15T、歼35，还有空警600。那076型的四川舰的电磁弹射也快要进行海试了。想请教将军，四川舰可以弹射歼35加无人机的话，这会怎么样改变解放军那未来在海上的这个作战方式？我认为最重要是个多元化的运用，因为你看多，我这个飞机啊。我这个航空母舰呢，可以用弹射很多种飞机，包含空警600、歼15T 或歼35，或者是无人机，我很多。我针对我的任务的性质，我来配比。我这一趟任务，我要歼35要多一点，因为要逆中。我这一趟任务的话是对海打击，我可能要歼15T，因为它载弹量大，它可以。我这一个东西问题是它需要长留空、长航程，那我派无人机，而且风险很高，那我派无人机吧。针对你的任务来搭配，这个配比是多少？这个占30%，这个占60%，这个占10%，还是这个占50%，这个占20%，这个占20%？按照你任务来配比，就很有弹性。如果没有，你大概就只能弹射这种飞机。你任何任务，对空任务也是它，对海任务也是它，晚上夜间打击也是它，你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弹性的调整。那弹性调整的话，你所能够发挥的作战效益就相对压缩、相对受限。可不可以达成？可以，但是问题是。你要派更多的兵力，因为你没有弹性了。那你可以针对任务弹性，你今天出的是什么任务，派什么的多。我今天出的任务是风险很高，我上面无人机就要多，那无人机多，因为我风险大嘛，我要为了保持我的安全嘛。那今天的任务是完全制空，降空有空优，那我的这些派这些我们讲的歼15T 或歼35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个完全空统掌握，这个海上跟空中的都已经扩群空域了。这个可以派这些战机进行这些打击的任务，或战场主角，或者是密接支援作战，都可以这是看任务特性。所以我们讲的筹码多了，弹性多了，你在用兵这一方面呢，就可以有更高的成功公算。是，谢谢3位专家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内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。小国生存，
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。